本案的凶手是派姨、贺家欢、安小丁。我们是本案的3名凶手：用户1号派姨，用户2号贺家欢，用户3号安小丁。我们因各自的仇恨，通过推科帝国小杀手论坛建立了沟通，联合作案，杀死了安二。3月22日晚上，我独自在集团办公室思考该如何杀死安二，所以在推科帝国发帖求杀安二。没想到很快就得到了用户3号和用户1号的响应。也是这一天晚上，我在房间思考该如何杀死安二，于是我登录了推科帝国，想看看杀人手法。没想到刷到一条刚发布的帖子：3月24日，用户2号要重金求杀安二。我立刻回帖响应。同样是3月22日晚饭后，我看到推科帝国小杀手广告后，登录了论坛。论坛里出现了一条刚发布的帖子：3月24日，用户2号重金求杀安二。紧接着有一个用户3号跟帖响应，我们3个人目标出奇的一致，都是要杀死安二。看着论坛里的留言，想起3月24日是安家拍摄杂志大片的日子。安家大群里已经知道安二拍摄时会戴墨镜坐下耍酷。另外，我还意外得知拍摄舞台4、5号位置中间的美缝条是松动的这个信息点。一个念头在我脑海里浮现：分工作案。如果我们3个人各自负责一步，互不干涉，事后再销毁痕迹，就能最大程度地洗清我们每个人的嫌疑。我把这个想法发到了论坛上，提议让那个后来跟帖的用户3抢占舞台4、5号位，发帖求杀的用户2避开这2个位置。具体的细节，我准备次日电话私聊敲定。用户1号的分工作案计划正合我意，我只需要避开舞台4号和5号的位置就行了。我猜用户3号也是安家人，便提议晚上通过变音电话私聊。当天我和我兄弟有酒局，于是在酒局开始1小时之后，抽空和3号进行了通话。也是后来通过和兄弟的聊天记录，我才发现当时是晚上20点。我确认了用户3号就是安家继承人，但为了不暴露彼此，我们约定不过问身份和动机。确定好我只要抢舞台4、5号位后，晚上我收到用户2给我打的变音电话，我猜他也是安家人，却不知其身份。3月23日拍摄前一天，用户1号通过变音电话告知我，他用电杀人的手法。安二拍照时会戴着墨镜耍酷，我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就把他给电死。当天晚上6点，我借验收舞台之机会，按照用户1号告知我的详细步骤，布置了舞台电路。我从舞台的主电线中牵出一根电线 A， 让它裸露在舞台外圈边缘处，再将一根2端都裸露的电线 B 固定在舞台地毯之下，让它一端固定在安二的金属凳上，另外一端固定在4号和5号之间的美缝之中，并且让电线的裸露部分稍微突出于美缝边缘处，这样才能让舞台内圈旋转时碰到外圈的电线 A。 完成这一切之后，我注销了推科帝国账号。同日，用户1号电话私聊我，拍摄当天每个人站位的2边都会有美缝，而我左脚边上的美缝是松动的，只要我在拍摄进行后趁机将美缝往外踢出5厘米，那么美缝下的电线臂就会在某个时刻和外圈的通电点接触，到时候电路连通就会瞬间电死安二，事后复位即可，别人也不会发现凳子带电。随后我注销推科帝国的账号，等待计划实施。安排好一切后，我注销了推科账号。3月24日活动如约而至。10点拍摄开始，我和管家扶着安一离开短视频拍摄现场后，我独自前往3楼走廊配电箱处，把漏电保护装置的按钮关掉。在要准备离开的时候，却看到吴管家从安一房间那边的镜子通道走过来。为了不暴露自己，我只好佯装擦地，并自然地离开了3楼走廊。这一次，我知道我的母亲可以安息了。我是玩家张凌赫，在本案中饰演王氏科技公司公子，安氏女婿贺家欢。我出席了安家推布斯杂志封面的拍摄，
在旋转台转到第3圈时，安二死在了一侧。看来我同谋完成了操作，这个大恶人终于死了。但是搜证的时候，我发现死者的心脏处有一根通过弩箭射中的毒针。怎么会这样呢？我和同谋是用电杀人，难道有人也动手了？如果是这样，不管安二死于什么原因，我都要把脏水往那个人身上泼。因为弩是通过激光照射启动的，所以我提出一个猜想，一定是有一个触发激光的装置。通过这块玻璃的激光的反射的角度，可以找到那个激光的点在哪儿。我提出用激光笔模拟激光路径，反向找到起点。哎，天上！果然在3楼找到了这个装置。至此，我们完整的还原了激光杀人的方法。但随后，我和同谋用电杀人的方式也被发现了。现在的关键是确认哪个手法是致死原因，是电还是针？我提出测算一下每圈的转速。通过测试，我们确定我和同谋的电杀就是致死原因。有机会被电死。我意识到，我一定要让大家认为我是毒针杀人组的成员。通过论坛，我们知道丁霍文是用户3号，他们中一定有我的队友。我原本一直不知道是谁，但在搜证的过程当中，我确认了不是文，因为3月23日晚上8点，我和用户3号打过变音电话，而文那天晚上8点在用手机录屏蓝色生死恋，所以我的同谋只能是丁。我和金都是用户2号，他一定知道我是电，一个人一定是电，所以我能拉拢的是文。我一定要让文觉得我是和他一起用针杀人的队友。私聊环节，我抢在金之前和文私聊，并根据我猜测毒针组的任务，尽可能详细的向他描述。我在舞台搭建的环节负责安装的是镜子和弩，所以说咱们一定是真的这一方。他果然相信了我。之后我和丁私聊时，则直接向他表明了我电组的身份。别装了，我就是雷。成功和他相认，我们约好庭审环节彼此互踩。我负责让文站在我这一边，丁负责让金站在他那一边。集中讨论时，金质疑我在和他私聊时说自己只放了弩，文马上质疑我说谎，幸好这本就是我计划好的。我告诉大家，我作为真组2号位，故意少说一点，是为了不让金知道真组的全部步骤。我实际上是装了镜子和弩，我想我的说辞奏效了。文和我一起踩了金，为了让大家更相信我，在之后的发言中，我也顺着文的话说了更多毒针组的合谋细节。对，庭审时我还找到了另外一个队友，因为管家是在睡觉前回的帖，睡觉之前，而派仪是在晚饭后回的帖。我是8点前发的帖，那么我的队友一定是派仪。所以我和丁故意说吴管家在家待得更久，更有可能熟悉电箱的位置。就是无就是电。我们的引导让大家都相信管家是1号位。投吧。投票时我选择管家、贺、丁，因为我认为这是比较安全的投票方式。我是玩家丁程鑫，在本案中饰演安家少爷安小丁。在我们安家成员拍摄推布斯杂志时，刚站上旋转台第4格的我，就偷偷地把脚下的美缝往外踢出了几厘米。旋转了3圈后，大家发现安二已经死了，总经理，而我早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美缝复位了。我成功地让他永远闭上了嘴。可在大家搜证时，竟然发现他的心脏被弓弩发射的毒针扎中。不对，他不是被电死的吗？难道还有别人想杀了他？马上大家又发现了舞台上第4格和第5格之间的柱子上镜片可以翻动，以及藏在3楼盆栽里的激光发射装置。特制激光笔。正在我疑惑时，保洁派仪出现了。他上来就说安二佩戴的胸针是我送的。小丁少爷，是我的，这是你的，还说我跟他的死一点嫌疑都没有，这不是栽赃我吗？我有点慌张，但还是强装镇定跟大家解释胸针的来历。我继续投入到探案的环节中，我要好好的搜证，以及仔细听其他人的发言。我的首要任务就是弄明白，到底我的凶手伙伴们做的电死手法是不是安二真正的死因，以及我的凶手伙伴负责舞台搭建的用户2号到底是金镶玉还是贺家欢。我目前只能确认安小文是真组的用户3号。随后不出意外，
我们店组的作案线索也被搜了出来。我依然装作镇静的样子，还主动参与推理，博取推探好感。最后大家根据杂志拍摄的侧拍照片，得出了真杀是第3圈的开头，而第2圈开始，我已经把美凤踢出来了，就意味着第2圈的时候他就被电死，所以我们店组才是真凶。大家通过论坛知道了店组用户3号就是我和安小文中的一个，所以我必须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去穿真组用户3号的衣服，才能蒙混过关。私聊环节，金镶玉找到我，话里话外都是在试探，想要我承认是店组的成员。我现在不确定到底谁是我的伙伴。面对金镶玉的试探，我的策略是防守。这个锅，所以我利用店组的杀人手法是我推出来的这个消息，店都是我推出来的，以及用谨慎和防备的态度说服他相信我是真组。哎，他是怎么弄的？他的确被我迷惑了，有所动摇。而在跟贺家欢私聊时，他直接向我透露了他的身份，我就是雷，还列举了我们合作的细节。我确认了他是我的队友，于是我们商量好在庭审环节彼此互咬，分散大家对我们的嫌疑。在庭审环节，听到了派姨说他是在晚饭期间登录的论坛，而吴管家说自己是在睡前登录的。我已经意识到我的用户1号就是派姨了，他可能更像真。所以在集中讨论的时候，听到大家怀疑管家是店组时，我内心狂喜。紧接着，我和贺家欢按照之前私聊时定的策略，彼此互咬。我觉得他们俩都太电了。小丁说的全部是假话。我确定了，他一定是电。讨论过程中，我感觉到大家认为我和金镶玉的嫌疑很大，于是我顺势投了吴管家、金镶玉和我自己，增加了胜算。儿子，我是玩家金靖，在本案中饰演安家女主人金镶玉。3月24号上午9点30分，我们正在安家大宅拍摄《推布斯》杂志。我在台上跳舞摆着 pose， 当转盘旋转到第3圈的时候，总经理，总经理，我们发现我右手边的安二一动不动。我们停下来查看，发现他已经死了，心脏位置有血迹，且扎了一根针。那一刻，我心中闪过一丝丝紧张。之后的搜证中，我们在摄影师遗落的手机照片里发现，舞台的4号位和5号位之间的镜子是朝向内侧的，所以只有这块可以拿下来吗？对，且镜子上有个激光点，而我昨天装的时候全部是朝外的。当时我就意识到，应该是我的凶手同伴3号在台上调整过朝向。我回忆起当时那2个位置分别站着的是安小文和安小丁，所以我的同伴一定是他们俩其中一个。我们朝着毒针杀人这个方向继续追查下去，在3楼，贺家欢找到了激光笔。同伴1号的这个杀人手法简直太敢想了，我得保护好我自己，千万不能让他们找到我的破绽。安二的尸检报告送来后，我们发现他不光被毒针射中，还曾遭受过电击。居然有2套作案手法，我格外惊讶。那安二是死于毒针还是死于电击呢？如果他是死于电击，那我就不是凶手了。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我们开始排查安二的真正死因，随后通过还原旋转舞台的转速和时间，得出了毒针是第3圈开头10点04分35秒开启，而电线是在第2圈10点02分25秒被踢出来的。由此可推断出安二真正的死因是被电击身亡，也就是说我们毒针组不是真凶。我顿时松了一口气，并且有了初步的认定，我是毒针组，贺家欢就一定是电组，他一定是凶手之一。私聊环节，我最想测试的是安小丁和安小文。你要这么说，我就得选我的妻子了。我原本想和文聊，但是贺占据了主动权，我只能先找安小丁。我其实心里更倾向于怀疑安小丁是店组的真凶之一。你不是真。在今天我们推到底是真，所以我转着圈试探他。他刚开始一副我无所谓的态度。你也不知道，店都是我推出来的。但当他说出店的杀人手法是他推出来的时候，我当下有点动摇了。
接着我又找到安小文，我第一直觉是信任他的，所以我的策略是对他全盘托出。我可以跟你说我怎么做的。他的敞亮让我确信他更有可能是我的同伴。我不可能骗你，对吧？庭审环节，我严重怀疑吴管家就是那个店主主谋。你已经嫌疑锁定了，我们已经知道店是你弄的了，所以最终我投了1号吴管家，2号贺家欢，3号安小丁。是安小丁。我是玩家王玉文，在本案中饰演安家长女安小文。我们安宅进行了《推布斯》杂志的拍摄，但大家不知道的是，我站上旋转台后，趁没人注意的间隙，迅速把我和安小丁之间柱子上的装饰镜子转动，让它朝向了生命之树。当拍摄到第3圈时，我们发现二叔安二坐在原地一动不动，大家赶紧停下查看，发现他已经死在了椅子上。我装作震惊的样子，没想到动手指真的就能杀掉他，并且在此之前，我已经悄悄将镜子复位，尸体的心脏处有一根毒针。没错，这正是我们计划中的一环。但我只知道转动镜子后会有激光通过镜面的反射触发毒针机关，并不知道其他2个同伴的动线。当搜证得出毒针光弩是激光反射触发的结论后，我试图将大家的注意力引向其他不重要的镜子。尸检报告却显示，除了毒针以外，安二还受到过电击，无法明确致死原因。怎么会这样？居然还有人想要杀他！于是我提出需要确认毒和电的具体时间，来确认死者到底死于哪一种手法。如果是电，那么我就不是凶手。通过线索，我们推理出电确实在前，而且毒和电都是3人同谋。1号是策划者，2号负责舞台搭建，3号负责在旋转台上动手。也就是说，一共有6个人动了手。但跟我一样，同是毒针组的另外2个人也不是凶手。我和安小丁是3号位，既然我是动镜子帮忙触发毒针的人，那么他一定就是那个踢电线的人。私聊环节，金香玉和贺家欢都提出想和我私聊。在反复思考后，我决定先和贺家欢聊聊。他说他装了镜子和弩，看他的状态和分析，我选择暂时相信他。所以说咱们一定是真的这一方。但当金香玉用很诚恳的表情告诉我他装了镜子的时候，在矮柱上面安装了镜子，我陷入了纠结的情绪，我不知道应该相信谁。跟我联系的1号又会是派姨和吴管家中的哪一个呢？吴管家在这个家已经工作很多年了，电箱的位置更隐蔽，所以吴管家可能会更熟悉，而派姨才来了2个月，他知道的可能性就变得更小了。那你弄了什么呢？我弄的是那个弓弩。当金香玉跟贺家欢私聊，贺只说自己放了弩，我无奈地笑了。难道我一直相信的贺家欢在撒谎？于是我询问他到底有没有撒谎。那个是你布置的吗？而他说2号那一套确实是他做的，并解释说因为同是2号位，不能什么都跟金说。我觉得有道理。到结尾的时候把那个转回去，我就 OK 了。紧接着，安小丁果然认领了在旋转台上转镜子的这一步。小丁说的全部是假话。为了证明他在撒谎，我准确地说出了需要把镜子转向生命之树和激光反射触发毒针的手法。安小丁却说不知道激光的事，除了这个镜子之外的东西。这很合理，因为他是做电的人。此时贺家欢也肯定了我的说法。对。思考许久，我决定将1号位投给更了解这个家的吴管家，2号位投给了金香玉。最终我安小文还是选择相信我的老公贺家欢。我是玩家刘宇宁，在本案中饰演安家长子安小宁。2016年3月24日早9点30分，我回到安宅参加《推布斯》杂志拍摄。在拍摄到第3圈时，总经理，我们要开始拍了。摄影师发现我的二叔安二不动了，大家停下查看。死了！天哪！没想到安二竟然死在了椅子上，当时我很惊讶。大家都在同一个旋转台上拍摄，相互离得很近，且还有摄影师面对着我们。
凶手竟然可以在众目睽睽下悄无声息地作案。哎，啥呀？这是一根针。我在尸体心脏处搜到了针，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附近一定有某种机关装置，因为我们面朝外站着的，凶手或许可以提前知道安2的位置，根据他的站位，靠提前布置好的装置完成了射针杀人。果然，我们在角落盆栽里搜到了发射那根针的弩。小心点，小心点。激光持续6秒，可使用弓弩发射，仅能使用1次。很快，我们在摄影师遗落的手机里找到了抓拍的照片。当我们试图去还原反射激光的镜片在哪儿时，我想到了一个可能性，或许凶手自备了一块小镜子，或者是这个可以。没想到一碰到那块台子，就发现它可以被拿下来挪动。所以只有这块可以拿下来吗？所有的台子只有那一个可以被挪动。所以当时站在那的安小丁和安小文，其中有一个必是动手者。有同伙。后来我们通过搜证推理出触发机关需要3个人才能完成，并且还有另一个用电的3人组也动了手。进一步检查发现，死者安2曾受电击，2伙人，但是没有达成同一的颗粒度，但是同时作案了，都想让他死。6个嫌疑人全都动了手。杀手。哦，有哎，我的手法可以分为3步，我们1人1步，这样都可以洗脱嫌疑。我们通过边缘软件聊一下，是一样的。我们最终在推克帝国小杀手论坛里确认了有2组3人合谋，且看到了他们的分工都不一样。其实当时在这个论坛里还有一篇帖子引起了我的注意：188、75公斤、长相小帅的新人男杀手，从来没有过女朋友正常。你们3个是谁？188。我一直对这篇帖子存有疑问，在大家心里有了投票人选，各自投票的时候，我留下来继续查看那篇帖子，仔细读了里面的每一个回复，渐渐发现这篇帖子里的性别划分很明显，因为我们的嫌疑人也是3男3女。看你有我帅没？发我女朋友，那这个就是男的嘛。所以呢，通过这几个就可以分辨出这些是性别嘛。所有男生的 ID 倒数第2位数是奇数，女生 ID 倒数第2位数是偶数。于是我倒回去看2组合谋 ID， 得出了2个组合：管家加金镶玉、安小文；太乙加贺家欢和安小丁。因为在集中讨论时，大家达成了共识5就是电。OK， 是的。管家更熟悉这个家，更有可能操作电箱，所以我认为1号位最有可能是管家。吴管家。于是最终投了管家、金镶玉、安小文这个凶手组合。我是玩家周柯宇，在本案中饰演安家五叔安科。我接到2哥通知，回到安家进行推布斯杂志的拍摄。旋转台上，大家按站位站定，我站在2号位。第3圈时，2哥不动了。不对了！我们停下来才发现他已经死了，而且心脏处有一根毒针。在桌子上，我发现了侧拍摄影师的手机，里面的照片显示9点59分，舞台上的立柱镜子朝外，10点04分镜子朝里，且镜子面上出现绿色激光点。于是我们拿激光笔追踪光路，最终反射点在3楼一个固定吸盘上。这是个吸盘呐。但拍摄前整栋别墅已经检查完毕，没有任何可疑物品，所以结论只有一个：激光和镜面的挪动是在拍摄过程中完成的。找到这个线索后，我进行了一个大胆的假设：有同伙。这意味着凶手有同伙。案发后没人上过3楼，帮凶一定在我们6个人之外。有别的同伙。当时我怀疑保洁派仪和吴管家是帮凶之一，而在立柱两边的安小丁和安小文，其中一位是执行机关的真凶。后续线索也验证了我的这个判断。2人之一就可以把这个转过来的。但更大的转折来了，曾受电击。除了激光，还有一组电击致死的手法。激光组需要3人同谋，电击组也需要3人同谋。也就是说，除了我和安小宁，剩下的6个人全都动了手，但是同时作案了，都想让他死。根据照片里的时间点进行推理，电击是最后导致2哥死亡的手法。如果按作案手法的步骤，则需3步：
1号位是管家或太乙，2号位是金镶玉或贺家欢，3号位是安小丁或安小文。那就是8种。你让我们2个推探活吗？还6个凶手，还玩什么？我必须缩小范围。首先是1号位，电的手法需要破坏3楼配电箱，位置隐秘，只有在家待得足够久的人才知道。太乙作为保洁，每天整理盆栽，更容易把弩放进盆栽里，但他反而不容易知道配电箱，所以1号位只能是管家。然后是2号位和3号位。我们还可以用一种方式，宁哥想到一个办法，庭审时让2组嫌疑人互相讨论。因为已经确定2哥是电击死亡，那么所有人都想承认自己是激光组。是这么想的，你看看他们状态。那我只需要从发言状态和证词矛盾中寻找漏洞。也是真。果然，全场都在说自己是激光组。贺在跟我聊的时候，他说他装了弩和玻璃。但贺家欢前后矛盾，在楼上嫌疑人交流环节和金镶玉说我布置了发射弩。跟安小文却说我布置了弩和镜片，贺家欢在我这里嫌疑要远大于金镶玉，而安小丁在聊天环节对所有人的防备心明显更强，反复试探别人说了什么，反而不像好人应有的坦然状态。所以我的锁凶逻辑就是一号位更熟悉家中布置的吴管家，2号位庭审证词前后矛盾的贺家欢，3号位聊天状态中最为防备的安小丁。正片 SVIP 每周3、周4 12点更新 ，VIP 次日12点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每周2 12点副本解锁中，提前解锁角色高能时刻。每周4 12点副本存档中，一起还原案件真相。每周5 12点推门万事屋，加更开推团的日常，推门居民幕后采访，了解更多玩家幕后精彩瞬间。每周6 12点推门玩家直拍，捕捉玩家更多精彩时刻。每周日12点推门花絮连连看，持续解锁正片之外的隐藏惊喜。每周日周一预告抢先看，更有推门补给站、推门吃播大赏、不定期掉落，全员开启干饭唠嗑模式。夜色系观影仪，推是新鲜密距离，人与晃的音系，暗潮无声才有意。风声起，脚步急，乱世藏进隐隐去，真相隐无声的夜里无痕迹。秘密心藏着爱，建立着大气，残气继续是播音，谁藏匿踪迹？一生与风声合力鼓弄着宣讯，下一秒谜句或谜底，真相的全部已清晰。扭开这